近日，关于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系统已进行竞载发射测试，以及近期将要进行海试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深圳卫视记者就此提问，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证实，福建舰目前正在开展细泊试验。福建舰作为中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细泊试验有哪些不同？俗称小红车的竞载测试飞行器是否在验证弹射器效能？福建舰迈出关键一步，未来航母编队阵容如何构成？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11月30号，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李长春提问时证实，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正在开展细泊试验。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目前正在开展细泊实验，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与辽宁舰和山东舰不同，福建舰在2022年6月17号下水，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它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在整个试验中呢，我们有靠在码头上进行一些装备的检测实验。那么细泊试验呢，通常都是要到那个固定的抛锚啊，或者是系水鼓，然后再展开一些其他在码头有点困难的一些细泊试验。那么这个就是应该讲呢，是离海上试验最近的一步了。细泊试验一旦完成以后，马上就要转入海上试验了。航母建设需要经历开工、建造、下水、西装、细泊、试航，才能最终服役。福建舰目前正在进行细泊试验，是研发过程中的关键一步。细泊试验的目的是检查船体、动力装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各种装备的制造、安装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以便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重新调整，使航母具备适航条件。具体来说，细泊试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船舶动力测试，检测福建舰的动力系统，包括发动机、齿轮箱、螺旋桨等部件的性能指标，确保其在海上航行中能够保持稳定和可靠的动力输出。二、航空设备调试，对福建舰上的航空设备进行调试，包括舰载机的起降系统、拦阻系统、机库等设备，确保其能够满足作战需要。三、管道和机械测试，检测福建舰上的管道和机械系统，包括液压、气压、水力等系统，确保其在作战中能够保持稳定和可靠的工作状态。四、设备和通讯检查，对福建舰上的各种设备和通讯系统进行检查和测试，包括导航、雷达、无线电等设备，确保其在作战中能够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有分析指，在细泊试验中，福建舰或将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由于就是装了电磁弹射器，这大家都知道。电磁弹射器对于我们来讲，毕竟它是一个新装备，那么它所面临的实验恐怕就会更多，要求也会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非要进行相关的各种各样事件，直到我们彻底的排除各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能够比较有效的运用它，比较好的掌握它，这样才能交付到海军投入服役。细泊试验之后，在建航母若想形成战斗力，还要面临什么考验？专家指出，一旦完成细泊试验，下一步通常进入初步海试，由此测试最大航速、最小回旋半径、动力系统可靠性和不同功率、回旋角度下船体状态在海上的航行变化。海试通常要进行多次，每次海试进行的测试项目都很多。如果在海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要回厂进行改进，直到所有海试项目全部合格，航母才会最终进入服役状态。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工作需要完成：高强度的舰载机放飞和回收训练、舰船的损管维护、航空指挥和武器操作人员的全面演训。这些考核将在各类海况和天气下进行，最终由考核团队对各部门作出评判。通过以上考核后，航母才算真正从服役到形成初步战斗力。对于福建舰来说，该舰作为直通甲板弹射航母，其舰载机携带量和空战能力比山东舰和辽宁舰有大幅提升，
因此它要想发挥全部威力，就要接受全甲板出击测试训练。全甲板出击是航母以最大舰载机出动量发动单波次打击，因此舰载机在甲板的停放和待命区就需要优化，才能降低待命区对放飞的影响，并兼顾甲板停放舰载机数量。航母真正形成战斗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目前，美国在航母使用、建造和改进方面的综合积累无人可比。但综合技术实现跨代的福特号航母，在2013年下水后，直到2017年才服役。去年5月，美军才勉强宣布该舰形成了初步作战能力。相比之下，成熟的尼米兹级航母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则快得多。这也充分说明，技术跨代后，新型航母的服役乃至形成全部战斗力会更难。梳理一下时间线：2017年4月8号，美国福特号航母进行海试，并于2018年服役1年后进行小车电磁弹射竞载测试，2019年才进行真正的舰载机电磁弹射试验。进度迟缓的原因并不清楚，但电磁弹射器设计的复杂性和测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由于我们有前2艘这个航母的建造和使用经验，第3艘航母入役以后呢，在整体的编队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即便是我们用现成的属舰来配属它新的航母编队，那它的战斗能力要比前2艘还是有大幅度提高，这一点是可期可待的。通常而言，航母完成平台航行试验和基本的舰机整合试验就可以交付部队了。航行试验一般会按照试验大纲严格实施，以先易后难的顺序，先航行再系统，先平台再舰机结合。我们来看首艘航母辽宁舰，2012年9月25号服役之后，通过很多次科研试验和海上训练，直到2018年5月24号才有了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夜间起降训练的画面，初步具备全天时作战能力。这时，距备辽宁舰服役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第2艘航母，同时也是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基本构型和辽宁舰相似。然而，山东舰尽管可以直接将辽宁舰的很多经验拿来应用，但其在服役后也花了2年以上时间，才真正形成了全部战斗力。福建舰虽然省略了大量西装工程，但其在构型上就与辽宁舰和山东舰有很大不同。而且其主尺度和排水量也大得多，特别是福建舰上应用了很多技术更加复杂，而且还是全新的子系统，比如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这就使得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很多经验无法应用于福建舰，需要福建舰独自进行探索，这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测试，距离战斗力形成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近年来，辽宁舰和山东舰航母编队多次前出西太平洋，新型舰艇不断加入编队，比如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是必不可少的成员。航母等舰艇自身自持力往往只有1个月左右，因此必然会有1至2艘补给舰随行。所以，何时补给，如何才能快速安全补给，也是航母编队作战能力的体现。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一艘在修，一艘在训，一艘在担负战备值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始终保持着一艘航母在海上担负作战值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我们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有呢，就是说呢，3艘航母如果编队一齐出动的话，它形成的一种打击能力，几乎就是世界上最强的这种编队作战形式了。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正在以生长模式加速，也格外引人注目。海军近期举行招飞工作会议，并全面展开2024年度招飞选拔工作。舰载机飞行学员的招收选拔备受关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日前表示，海军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在以舰载机飞行人才为代表的新质新域作战力量上取得显著成效，已逐步形成舰载机飞行学员招收选拔特色模式，尤其是在培养手段上，探索建立舰载机飞行员生长模式培养路径，全面形成舰载机飞行学员昼夜间全时域培训能力。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
是勇敢者的事业。我们热烈欢迎广大有志青年加入舰载机飞行员的队伍，激扬青春，逐梦海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近日证实，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正在开展细泊试验，后续将按计划稳步推进建设项目。那么，杜先生，细泊试验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细泊试验呢是在港口码头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基本要求是脱离岸上动力，独立使用舰上动力，包括设施进行各种磨合工作，比如像雷达、弹射，包括各种其他设施。如果能够脱离舰上动力，独立运行、稳定运行、安全运行，就可以为下一步海试展开进行各种技术准备。细泊实验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弹射器的小红车实验。小红车也是叫重载滑车，可以模拟舰载机起飞的速度、状态和参数。如果能够在细泊实验中大量、成熟、可靠地进行各种弹射，说明呢离海试为越来越近。下一步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我想通过至关重要的弹射试验之后，那么下一步离开码头驶向大洋，就可以在大洋上对各类系统进行综合调试，这样呢就可以为加入海军作战序列奠定基础。据悉，竞载测试是每一艘装备有弹射器的航母都会进行的。近期，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在完成中期大修之后，就在土伦港进行了类似的试验。那白先生，已经服役的航母和未服役的新航母，两者的竞载测试是一样的，还是有所区别的呢？我们说电磁弹射器也好，蒸汽弹射器也好，其实都会进行竞载实验，而且在弹射器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比如说完成装舰之后，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战舰进行细泊实验的过程之中，那么进行相关的竞载实验当然是合适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在进行这个相关设备的大修之后，也势必要进行相关的实验。因此呢，对于航母来讲，那么竞载实验呢，实际上是证明它的无论是这个建造或者是这个维修改装进入到一个相关的阶段之后，几乎都会必然进行的。那么要向这个各方证明，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弹射器系统它是可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竞载实验之中，比如说难免出现一些这个新的小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会通过这个查漏补缺，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最大限度提升整套系统的可靠性。那么因此呢，我们说从竞载实验角度来讲，它会被作为有弹射器的航母的细泊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航母来讲呢，我们说未来中国的航母应该还会有很多次的这种弹射器的竞载实验。那么它呢也会使得中国的这个航母弹射器，无论是从这个使用上，还是后续的发展上，积累很多有效的经验。日前，对于海军2024年度招飞选拔工作，尤其是舰载机飞行学员的招收选拔，国防部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培养手段上探索生长模式培养路径。那白先生，这种培养模式对于舰载机飞行员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舰载机的这个人员的培训实际上是一个双轨制那么现在我们所提到的生长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状态。之前呢，基本上我们是采用了改装的模式就是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岸上的岸基的这些飞行员，那么来改装舰载机。那么改装模式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你的这个规模很难迅速达到一个相关的规模效应。那么它呢，而且会影响我们说岸基航空兵的整体的这个发展。那么它呢，一般会作为一个，比如说新的科目像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最初肯定都是改装而来。但是随着整个舰载机的这个相关体系的建立的，那你当然是要逐渐的转向主要以生长模式为主的一个人员培训的这种相关的状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长模式呢，基本上是从高中招飞开始，那么直接进入到完整的一个生长的周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培训足够多的飞行员，那么他们不同的科目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机种的使用的需要。那么所以呢，应该来讲，从改装模式到生长模式这种逐渐的转换，那么体现了中国在这个航母在整个这个相关体系的发展上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和可持续的一个状态。日前，有关美国将出售6艘退役滨海战斗舰以及陆基鱼叉反舰导弹给台湾地区的消息备受关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就此回应道：“民进党当局正在把台湾变成武器库、炸药岛，但台湾的安全想靠几件美制武器是根本靠不住的。”
那么，明知美售台武器落后，台当局为何还加大购买，强化所谓城镇防卫作战，将台湾打造成炸药岛？台当局把民众推入怎样的灾难深渊？11月30号，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对台军售问题时表示，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正在把台湾变成武器库、炸药岛，这是在将台湾推入灾难的深渊。必将给台湾民众带来巨大祸害。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想靠几件美制武器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表示，台湾海军奉命计划采购6艘美军退役的滨海战斗舰，今年夏天已经开始洽谈，计划每艘舰转让费用约为2000万美元。这也是台湾海军自基德级驱逐舰以来，时隔20年再次采购美制军舰。美军不要的滨海战斗舰却要求台湾采购，立即引发岛内强烈批评声浪。有岛内民众在网上留言称，美国把台湾当垃圾桶，台湾充当美国提款机。台湾当局如果真的，购买了这几艘舰，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很可能复制当年基德级的那个套路。基德级驱逐舰虽然舰体很大啊，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可能还算一个先进的驱逐舰。但是由于它没有宙斯盾系统和垂发装置，无论探测能力啊、多目标能力，还是武器的发射能力，都是非常低的。这也是美国当时急于把这个舰脱手的原因。台湾当局自认为捡了一个大便宜，实际上后续还花了很多的钱对这个舰进行改装。美国海军着眼于到敌国近海沿岸和前海区作战的需求，推出了排水量3000吨级的滨海战斗舰，分为自由级和独立级2个型号。与传统的驱护舰相比，滨海战斗舰强调轻量化、模块化、隐身性、高航速和耐波能力，但在舰载武器方面弱了许多，最终被美国海军视为鸡肋产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评价滨海战斗舰时就称其费钱又无用。分析指出，滨海战斗舰过度简化的作战系统使其只能应对低强度对抗，不适应当前的大国竞争需求。另一方面，舰艇设计和维护保养问题也让滨海战斗舰屡现风波。在过去10年的使用过程中，滨海战斗舰出现了诸如发动机意外停机、发动机腐蚀、舰体出现裂缝等问题。根据2021年美海军发布的报告，经过多次升级和完善，滨海战斗舰仍存在不少于32个问题。因此，盛极一时的滨海战斗舰服役没多久就开始出现退役潮。2008年服役的自由级首舰自由号，2010年服役的独立级首舰独立号，均已在2021年退役。在2021财年，美海军申请退役首批4艘滨海战斗舰，理由是它们都是早期的试验舰，维护和升级成本过高。2022财年，美海军又申请退役3艘自由级和1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2023财年，美海军提议退役全部9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预计到2024财年，还将有2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退役。要知道，这些军舰均未达到25年的设计使用寿命，服役时间最长不超过15年，最短仅3年。台湾当局认为拿到滨海战斗舰经过一定改装是有用的，其实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台湾海峡非常的窄，非常的小，啊，台湾整个这个岛的这个环境啊是一个孤岛状态，它无论是购买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啊，包括滨海战斗舰这样的所谓的有一定速度的啊军舰啊，对它来说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届时反而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靶标。值得关注的是，台防务部门最新回应称，当前台方并不打算向美国购买滨海战斗舰。因为台军自己的自造巡防舰项目已于今年中旬完成了设计定型，并已在开工建设中，
预计将于2026年下水，届时将替换济阳级护卫舰。台防务部门还称，美国未来可能在舰艇的作战系统上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但台湾并不打算通过采购美国军舰来补充海上力量。截至目前，美国方面暂时没有对这一消息做出任何回应。据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上台后，企图通过自研和向美购买武器，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中国台湾网近日报道称，台湾方面花费866亿新台币，约合196亿人民币，采购100套美制鱼叉导弹陆基发射装置和400枚导弹。这些导弹预计会在2026年起陆续交付台湾。台湾目前正在选址修建6处新的导弹基地，用于部署这些鱼叉导弹。除此之外，台湾还在筹建9个雄风反舰导弹基地。有台湾网友评论称，设置再多导弹阵地也是自寻死路。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就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陆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由于种种原因，这项采购案一直被拖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离交付时间应该不会太远。那么这些导弹的技术成色如何？台军购买导弹新建阵地又在搞怎样的所谓刺猬战术？首先要知道的是，台湾当局对于鱼叉反舰导弹并不陌生，此前曾多次向美国购买鱼叉导弹。早在1997年，美国就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售了54枚空射型鱼叉导弹。第2年，美国又对台出售了58枚同型号导弹。此外，台湾地区还曾2次购买舰载型和潜射型鱼叉导弹。2000年买入71枚舰载型，2008年买入32枚潜射型。这意味着，如果此次军购计划成功，台军手上不但将集齐全部4种类型的鱼叉，而且因为对其技术比较熟悉，使用经验较为丰富，理论上能够很快投入部署。作为一种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亚音速反舰导弹，早期的鱼叉战绩并不出色。比如在1988年的波斯湾美伊海战中，伊朗约尚号导弹艇在岸基雷达的引导下，率先向美国海军巡洋舰温赖特号发射了1枚 RGM-84A 鱼叉。美舰仅通过机动规避和发射薄条干扰弹，就把这枚鱼叉导向了大海。随后，美国海军诺克斯级护卫舰巴格雷号对伊朗军舰也发射了1枚 RGM-84D 鱼叉。然而，由于约尚号已经受创，干舷过低，这枚导弹从上空掠过，在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自毁落海。这也使得鱼叉作战效能备受质疑，而岸基型鱼叉更是一种纯粹的出口型武器。此前仅有韩国与丹麦采购，美国军队本身并没有装备。按照美制出口型武器要进行技术阉割的惯例，一直都很不被看好。但美国长时间对鱼叉导弹进行不断改进，岸基型的性能也有了提升。韩国与丹麦采购的岸基型鱼叉用的是 Block EC 版本的导弹，射程只有130公里，而美军将提供给台湾当局的岸基型鱼叉使用的是 Block 2+版本的 RGM-84L4 导弹，除了执行反舰任务之外，还可用于对付陆地目标。不但射程达到了280公里，飞行控制系统、航路规划能力由 Block EC 的3个航路点增至8个。这样一来，导弹发射车可以布置在海岸线之后，像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一样发射。导弹先沿着陆地复杂环境飞行，再出海寻找目标，能够让导弹发射车避免因为布置在沿海一线被发现和摧毁。客观来说，台军拿到岸基型鱼叉确实能够提升对海战力，但要知道的是，这些导弹都是美海军逐渐换装新一代海军打击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而淘汰下来的，在隐身、命中精度、智能化等方面已经落后。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近年来不再采购鱼叉，如今只有台湾地区还在大力引进，显然又成为冤大头。外界还认为这是美方硬塞给台当局的。按照台防务部门和台媒披露的消息，这些岸基型鱼叉导弹未来将编制在台海军海锋大队。海锋大队目前有固定和移动发射的陆基型雄风2和雄风3反舰导弹。据称，目前建立有7个雄风导弹发射阵地，未来将在新北、嘉义、桃园等9个地点新设相关阵地设施。而规划新建的6座鱼叉导弹阵地，分别设在云林虎尾、台南新中、左营军港、屏东东岸、屏东埔前及台东太平等处。台军方在岸基鱼叉军售案获批后，曾嚣张地指出，台湾地区拥有的各型反舰导弹的数量将达到1200枚，能够有效发挥刺猬战术。不过被批评为自欺欺人，是为台独势力壮胆打气而已。
中国评论新闻网12月1号报道，台空军渴望获得取代鱼叉导弹的新一代远程反舰导弹。台军方发布一项最新采购武器公告，显示已与美方签署一笔高达172.2亿新台币，约合19.3亿人民币的战机导弹采购案。由于标案上注明为战机制空变武器筹购，履约地点是空军新成立的未来配置 F-16V Block 70的台东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外界研判有可能是新型远程空间导弹 AGM-158BC。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发表长达165页的研究报告，建议要让台湾有高精准、威力大、射程长与难以拦截的反舰导弹。还特别提及洛马公司开发的 AGM-158BC 导弹，也就是贾斯姆 ER 与拉斯姆。这2款导弹都已经通过以 F-16战机作为搭载平台的测试，适合台空军快速装备，作为针对大型舰艇的不对称作战武器。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称，台湾海军奉命计划采购6艘美军退役的滨海战斗舰，今年夏天已经开始洽谈。有批评指出，美军这是要将不要的滨海战斗舰强塞给台军。杜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呢？滨海战斗舰是美国海军转型失败的重要产物，也是美国武器装备发展史上很尴尬的一种作战舰艇。计划服役30年，但现在刚刚服役3年、8年的滨海战斗舰正在陆续退出现役。美国海军把这种武器装备称为“火柴盒”，危险的火柴盒，而且是一打就着，而且在各类实验过程中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像之前模块化的3个模式的调整，那么现在要经过很长时间，所以之前近海作战先锋正在变成积累装备。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在美国无法发挥作用，那么卖给台湾岛，既可以获取大量的军火美元，如果能够在台湾周边展开各种作战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个壮胆效果。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与大陆海军的兵力对比。台湾目前正在选址修建6处新的导弹基地，用于部署从美国购买的陆基鱼叉反舰导弹。除此之外，还在筹建9个雄风反舰导弹阵地。那杜先生，鱼叉和雄风结合会是怎样的岸舰力量呢？台军最近正在进行15处导弹基地的部署，鱼叉雄风要相互组合。目前看呢，2种武器装备从技术状态上相对落后。鱼叉导弹基本上是美国反舰作战的独苗，但目前射程太近、速度太慢、高亚音速，技术状态已经严重落后，突发能力严重不足。雄风导弹，现在的雄风1、2、3，除了3型有一定的超音速打击能力之外，其他都是亚音速。所以如果形成了2者配合，实际上呢，可以视为是一种导弹。无论是它的射程，包括突发能力都相对有限，命中大型舰艇的毁伤效果也非常一般，也说明目前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正在沿岸地区大量修建各种反舰导弹阵地。但无论如何，这些武器装备由于性能落后、年代久远，已经没有办法在立体大规模海战作战任务中发挥作用。